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呢更新比较慢啊，因为总是在加班，然后加完班之后呢，我就觉得我要看一看小甜剧，来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我自己。所以呢，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在澳洲真的就完全不需要加班吗？澳洲真的是打工人的天堂吗？工资高不需要加班，你值得拥有呢？还是跟另外一些人说的一样，其实事实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呢，我来说一下我的结论啊，其实两方面的观点呢，都某种程度上都是成立的啊。其实澳洲需不需要加班呢，就是完全是看情况，跟你所处的行业、跟你的公司类型，以及你在公司当中所处的职位，也就是说你在公司当中的层级都是有很大关系的。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在澳洲其实是很需要加班的，有很多加班的机会，然后也是忙得不得了的，没有比国内轻松多少，因为他们所处的行业和公司类型是不一样的。我先不说那些创业呀、自己做小生意的这种，但是说所谓的职场，也就是打工人，那很多中国人是从事房产开发、卖房子、做贷款、换汇、建筑行业、留学移民中介，包括说代购，像这一些行业呢，它行业的属性就是需要加班的，因为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偏服务型的行业，上班肯定是不分时间段的，一定是24小时，你需要回复客户的一些需求啊、客户的留言的。并且呢，我们大多数这些行业的公司都是华人公司，那并不会遵循澳洲的这个不加班的这种理念也好啊，价值观也好。那总的来说呢，在澳洲肯定是不会像国内一样的，每个人都疯狂的996、007，大环境还是价值观是趋向于说工作很重要，家庭和自己的生活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华人呢，无论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一群努力工作的群体。所以如果你身处在华人公司，同时又是身处在我刚刚说的这些比较容易加班的行业的话呢，那必然的呢，你加班的机会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下面再来说一下，在普通的我们说的西人公司，就是澳洲本土的公司，或者是一些美国、德国的公司，那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的经验呢是越往上，越是高层的越要加班，越是基础的岗位越不加班。那可能跟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或者跟我们很多人就是固有的认知是相反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因为资本家的高压嘛，然后资本家管理下面的员工，压榨员工，那应该是越底层越加班，越干很多杂事啊什么的。那我自己的经验完全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的经验越丰富，你的能力越强，那你所需要承担的工作量就会越多，所以呢，你要学习的东西就会越多，你这些工作量做不完的可能也会越多。我自己呢，在刚刚工作的前面1-2年，其实工作量是很小的，那时候是真正的说朝9晚5，肯定就是朝9晚5，然后甚至是我可以8点钟开始上班，4点钟就下班。但是那个时间段，我并不觉得我自己很开心，我也并不觉得说我就很轻松，其实完全没有，就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能力有限，能做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然后我的心理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这样一个新人，毫无经验的新人是随时可以被取代的，所以我内心其实是很焦灼的，一点也不轻松。过几年呢，我的技能呢和工作经验上去了，那我需要承担的工作量就越多了，我其实是肯定是越来越忙的，就包括说现在会有一些时候是需要加班的，但是我其实内心是更安定的。最初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可以利用上班时间去学习的，因为当时工作量没有那么大嘛，所以有很多学习啊、考证的一些东西啊，我可以是放在上班时间做。那现在呢，我如果再要去学习考证什么的，我需要用到一些这个下班的时间，因为上班的这些工作任务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呢，你的内心会非常的安定，因为你手里管的事情越多，那么你相应的在这个公司的地位就越重要。那这个时候你在工作上的这个稳定性和安全感一定是更强的。那再往上呢，当你去做了一个小的 team leader 之后呢，你需要花的时间就更多了，因为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个人事的管理。那这个时候呢，你承担的这个责任就更大了。那么很自然的，你工作时间肯定是会越来越长的，并且你管的人越多，可能你需要花费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肯定是越多的。那么再往上到公司的中层领导，甚至到高层领导的话，
我知道的，我之前公司的很多就是很高层的人，他们都已经离婚了，因为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因为有很多高层的决策需要不断的去开会敲定细节，包括不断的去跟上级下级沟通，也包括说跟第三方去做一个数据的分析，包括说有很多大客户是需要去跟进的，是需要你用很多的下班时间去跟别人交流的。那么这个样子呢，就是很多公司很高层的人呢都是非常忙碌的，完全就是没有待在家里的时间。那我们知道澳洲的整个舆论导向，整个的价值观呢，是你去花时间陪伴家人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块你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你的婚姻肯定是会出现问题的。很多人就会问了，那如果在这边加班会不会有加班费呢？那这个回答呢也是看情况。那如果你是 contractor， 也就是合同工的这种职位呢，那因为是做一天活或者做1个小时活给1个小时工资的，那如果你加班的话是肯定有加班费的。那如果是 permanent 的职位，那通常来说呢是不会给加班费，大部分的情况是虽然是不会给加班工资，但是可以就是国内说的这种调休，就是你之前呢多工作了多少个小时，然后后面呢可以给你一些 day off， 就是把这个时间呢补回给你。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对于加班这件事情的看法。很多人会觉得呢，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钱的活。那我对于这样的看法呢，我是很不同意的。因为我觉得工作呢，它其实是有2个目的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你需要去出卖自己的时间，然后换取一定的生活成本。也就是说，看在钱的份上，我去工作，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工作其实是给你搭建了一个平台。你通过工作呢，去完善你自己的职场技能，包括搭建自己的人脉，逐步的呢去提升你的职场竞争力，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值钱的人。也就是说，另外一部分实际上是为自己在工作。所以呢，相对于这个薪资来说的话，我自己其实是更看重在职场的成长的。我也是觉得什么996、007是福报这些言论都是鬼扯，就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但是呢，我同样也认同，如果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带来巨大的成长的话，我是不介意多花一些时间去学习，去磨练自己的技能的。同时呢，我也觉得很多朋友这个对于加班非常的反感，这个痛苦的点呢，并不在于加班本身，而是在于说呢，我牺牲了那么多个人的时间把它放在工作上，而我没有得到相应的成长，而只不过是说在这个毫无意义的会议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或者说我在重复的劳动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同啊？我会觉得说在澳洲工作呢，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找工作。这个只要你是过了第一步，后面的路其实很好走。只要你的简历没有作假，你找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友好的公司，然后在一个跟你自己的能力比较匹配的职位上，那你的职场幸福度其实是不低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去寻找一个自己会比较舒适的平台去工作。那么在你的整个人生当中，我工作这一部分、家庭这一部分和个人这一部分就都是非常顺畅的了。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下方的福利呢，我给的还是同一个，就是面试常用的问题和答案。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呢，点击下方的链接领取这个福利。那我今天就聊到这里啦，加油吧，职场人！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视频对你有帮助呢，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